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张黑，欢迎回到30天社交自如计划，今天是第9天。如果你想让对方对你产生好感，甚至喜欢上你，一定要学会深度沟通。如果你已经能够顺利开启一段对话，那恭喜你，你已经战胜了80%的人。但今天的问题是，对话开始后没过2分钟就冷场了，或者对方显得心不在焉。很多人聊天的时候总是聊着聊着就没有下文了，而有的人却总能跟别人聊得热火朝天。区别就在于，前者只会浅层次的去了解对方，后者则会通过深度沟通挖掘出对方的价值观、兴趣爱好等，从而找到更多的话题，让对方在不知不觉中爱上跟他交流的感觉。那么具体怎么做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只要记住一个公式：问加答加再问。什么意思呢？假设对方说我喜欢吃火锅，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直接回哦，我也喜欢吃，而是要继续问他为什么喜欢吃。他回答之后，你再给他提供一些价值。我也是，特别是重庆的火锅简直太好吃了。这样一轮问答下来，对方不仅觉得跟你聊天很有意思，而且还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趣的人，因为你在不断的引导他分享有价值的信息，并且给到他反馈。接下来你可以进一步问，那你最喜欢吃火锅里的哪个菜啊？对方肯定会告诉你，然后你就可以趁机说，我也是，尤其是他们家的什么什么菜，每次我都要点一份，每次都吃不够。就这样你一来我一往，不知不觉1小时很快就过去了。所以当你发现你们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少时，不妨试试这个方法。当然前提是你必须对他的经历、想法、感受感兴趣，否则他会立刻感觉到你的虚伪，进而对你产生反感。今天我们要学的6个小技巧，能让你像磁铁一样，让对方忍不住想和你多聊一会儿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哦，对了，我在描述栏添加了时间轴，赶时间的话，请点击时间轴跳到你需要的片段。那么如何跟一个人聊到停不下来？有一个深度沟通的技巧，叫做让对方停不下来。一旦你掌握了它，就可以在任何聊天场合中脱颖而出。第一招，镜像复述法。很多人以为听懂了就是听懂了，最高级的倾听是复述。当对方说完一件事，你不要急着发表观点，而是重复他话里最后3到5个字或者核心情绪。比如对方说最近工作真的很累，感觉压力好大，你不要直接说谁不是呢，而是说听起来这份工作确实让你感到透不过气，对吗？这会让对方感到被深度理解，他会自然而然地继续往下说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的朋友告诉你明天有个饭局，但是我讨厌那个老板，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回应他，你讨厌那个老板，对吗？这种回答方式会把对方的情绪拉回来，让他感受到你的共情，从而更愿意跟你分享他的感受。而如果我说的是，哦，你不喜欢那个老板呀，那他会觉得你没有听懂他在说什么，于是只好再解释一遍。所以当你发现对方说话有点啰嗦了，就用这个方法打断他吧。第二招，拒绝终结者式提问。很多时候冷场是因为我们问了是非题，比如好吃吗？对吗？要把提问变成探险。尝试使用如何？为什么？是什么让你觉得？把你喜欢这份工作吗？改成是什么让你当初选择入这一行的？这种开放式的问题，给了对方一个巨大的发挥空间，话题自然就接上了。终结者就是那种一上来就问你要不要买，或者你想不想去的人。这种人只会给你提供有限的选择，让你落入他们的圈套。比如他们可能说，周末一起去爬山吧，天气这么好，这就会把你困在这种选择里，要么答应，要么拒绝。
但如果你这样回答，爬山挺好的，但是最近一直在忙工作，那么对话就不会终止了，你们可以继续聊下去。第三招，利用停顿的黄金3秒。很多人因为怕尴尬，一旦对方说完话，立刻抢着接话，这其实是一种焦虑。试着在对方说完后，保持3秒钟的微笑沉默。这3秒钟，往往是对方准备吐露真心话的关键时刻。很多时候，当对方以为你听完了准备结束时，你的停顿会给他一种安全感，让他补充更深层的信息。当别人在讲话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等他说完，千万不要着急接话，否则会让对方感觉到你在催促他。正确的做法是，等他说完了，给他留出一段空白的时间，然后在这期间，你就思考一下他刚才讲的内容，并且在大脑里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。最后，在这宝贵的3秒钟内，你要迅速地组织语言，然后做出反应。记住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掌握谈话的主动权，而不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。拿捏了，宝宝们。今天接着分享最后的3个让对方对你停不下来的深度沟通技巧。第4招，也是最难的一个，叫做攀比式回应。社交中最大的杀手就是攀比。你刚说牙疼，他非要说他根管治疗更疼，这种行为会瞬间切断对方的分享欲。记住，对话的焦点始终应该是对方。当对方分享经历时，你的回应逻辑应该是：这听起来太酷了，后来怎么样了？而不是我也有过类似的。把舞台留给他，他才会觉得你是一个让他舒服的人。就是当别人问你问题的时候，不要直接回答，而是要提出一个更厉害的问题去反问他，这样他就会被你的问题吸引住，然后陷入思考当中，从而忽略掉他原本想跟你讲的话题。比如朋友说：哎呀，最近工作压力好大，这个时候你可以这么回他：那你想好了以后怎么调整吗？他本来是来跟你倾诉的，但是没想到你回了他一个问题，他会觉得：啊，不是吧，我还以为他是来安慰我的呢。于是他就开始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，并且在接下来的对话中把他的想法告诉你，而你就可以借由他的话继续往下聊下去。第5招，验证式点头。肢体语言比语言更有力。科学研究表明，在对话中适度的点头，每分钟2到3次，缓慢而坚定，能让对方的语速加快，表达欲望提升 30%。这是一种非语言的鼓励。告诉对方：我完全跟得上你的节奏。继续说：我在听。当你发现某个人特别喜欢跟你聊天，甚至每次一见面就话很多的时候，你可以试试这个方法。具体怎么做呢？就是在他说完一段话之后，你就微微点头表示赞同，或者轻声地说一句：哦，这会让对方误以为你们三观很合，兴趣相投。那么下一次他就会想要跟你说更多的话，而且会更加期待跟你聊天的感觉。第6招，也是最后一个，叫做未来邀约导向。很多人聊得很开心，但最后以再见告终，没有下文。如果你们聊到了共同兴趣，一定要加上一句：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听听你关于 XX 的更多经验，或者我也很想去那个地方，如果我去了，能请教你吗？给一段对话留下一个续集，这才是高情商社交的收尾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别人跟你聊天的时候，你要尽可能的往未来的事情上引导。比如说，你现在刚认识一个人，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拉近关系，你可以先从现在聊到未来。你可以这么说：我们今天见了个面，吃了个饭，我觉得咱们还挺有缘分的。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咱们今天虽然第一次见面，但好像早就认识一样，对不对？接着你就可以这么往下说：我觉得咱们俩挺有缘分的，要不你周末跟我一起去看电影吧？你看，通过这种未来导向的方式，
就能够把现在的尴尬氛围化解掉。等到下一次你再邀请他时，他反而会觉得，哎呦，你还记得我呀，还想着约我出去玩，这样你们的关系就能自然而然的加深了。所以你看，只要掌握了一定的技巧，在社交场合里，无论你是内向还是外向的人，都能成为最受欢迎的那个存在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。当然，除了这些技巧之外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，那就是你要真的对这个人感兴趣，想要跟他好好聊下去。如果你连这点诚意都没有，再好的方法也没用。今天的作业呢，就是今天找一个朋友或同事，在对话时至少使用一次镜像复述法，并记录下对方接下来的反应，是不是话变多了？我在评论区等你的测试结果哦。如果你也想在第10天看到关于如何优雅地拒绝别人的内容，记得点个订阅。我是你的朋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点亮小铃铛。本频道主要分享人际交往、亲子关系、恋爱关系之间的处理方法，并且每周1、3、5都会更新视频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